最近，中美两国都公布了最新的 CPI 数据。中国2月份的 CPI 呢，同比上涨了1.3%；美国2月份的 CPI 同比上涨了2.4%。同样是 CPI，含义完全不同。中国现在面对的不是典型的高通胀的压力，而更像是低通胀环境当中的阶段性的修复。但是美国面对的呢是通胀突然从高位下来了，但还没有被真正的压稳，尤其是最近能源价格又在往上冲，这就让美联储接下来的政策环境变得非常的尴尬。咱们先说中国啊，2月份的 CPI 同比上涨了1.3%，环比上涨了1%，核心 CPI 呢同比上涨了1.8%，这个数字比1月份明显是抬升了的。国家统计局给出的解释非常的明确，主要原因之一呢，就是春节错位出行带来的食品、出行、文旅、服务价格的上涨。也就是说，这里面有很强的季节性和节日效应。与此同时，中国1到2月平均的 CPI 同比上涨了0.8%，而工业品出厂价格 PPI 仍然同比下降，只不过降幅收窄。那么这些数据说明了什么呢？说明中国的价格环境确实比去年有所改善，但是整个经济并没有进入那种需求非常旺盛、物价全面上行的高通胀的状态。更准确的说，中国现在呢，像是从偏冷偏弱、接近通缩压力的环境当中往上做一个温和的修复。很多人一听通胀、物价上涨，本能的会觉得这不是坏事吗？为什么中国其实反而是会怕通胀不够呢？原因很简单啊，如果一个经济体长期处在低通胀，甚至是接近零通胀的环境当中，那背后往往意味着它的需求偏弱，那么企业就不敢提价，居民消费信心呢就会不足，整个经济对未来的预期也会偏谨慎。你会发现啊，这几年中国很多普通人的真实感受，并不是东西涨价涨得太快，而是自己的收入增长没有那么有利了，赚钱不容易了，所以花钱才谨慎。那么今年中国把 CPI 的目标定在2%左右，这个信号本身呢就非常值得玩味。它不是在防止高通胀，而是在告诉市场，我们希望价格能够温和回升，希望需求和预期能够持续的修复。换句话说呀，中国现在担心的不是物价太热了，而是经济主题还没有完全恢复到愿意让大家持续消费、持续投资、持续提价的状态。这也是为什么中国2月份的 CPI 的回升，并不能简单的理解成通胀来了。更合理的解释是，春节带动了短期消费和服务价格，同时核心 CPI 也有所回升，说明需求端比去年更有一点温度了。但是因为 PPI 还没有彻底的转正，在工业领域呢，仍然面临着价格的压力。那这种回升更像是一种修复，而不是过热。对于中国来说呀，温和通胀某种意义上反而是一个相对积极的信号，它意味着整个经济可能正在摆脱过冷的状态。我们再来看美国啊，美国2月份的 CPI 同比上涨了2.4%，核心 CPI 呢上涨了2.5%。表面上看，这个数字已经比前2年高通胀时期温和了很多，说明美国的通胀呢已经从高点回落了不少。但是问题在于呀，美国并不是回到了一个让政策制定者非常安心的状态，因为2.4%和2.5%离美联储长期的2%的目标还是有距离的。而且最近呢，能源价格又出现了新的扰动，最近国际油价和美国汽油价格都出现了明显的上升。美国全国普通汽油的油价已经涨到大约每加仑3.58美元了。能源价格一旦涨上去，那么影响的就不只是加油站的账单那么简单，它会通过运输、农业、物流、制造、航运等一整条链条，把成本往整个社会传导。也就是说呢，美国接下来真正麻烦的地方啊，不光是2月份的这张成绩单，而是3月份、4月份以后，能源会不会把通胀重新给顶起来？所以这就是美国和中国最大的本质区别。中国现在呢，更像是努力的把需求和价格从偏冷的状态往上抬一点儿，而美国这边呢，则是在担心啊，好不容易从高通胀的高点上退下来了，结果呢，能源又来添了一把火。
对于普通的美国人来说，现在最大的经济体感并不是官方的数字到底是2.4还是2.5，而是他们的生活成本依然没有真正的轻松下来。对于美国人来说呀，现在食品、医疗、出行、房租这些高额的支出仍然会让很多家庭感觉压力非常的真实。如果美国的通胀已经稳稳的回到了2%，那么美联储接下来的降息呢会轻松很多。但是问题是它没有，通胀还没有完全的压稳，那能源呢又在往上涨价，经济增长和就业又面临着放缓的风险，所以这就让美联储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典型的两难当中。如果它不降息，那么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压力呢会继续的累积；如果它太早的降息，又可能会重新的刺激通胀。所以，美联储官网公布的2026年议息时间表就显示，接下来重要的会议会在3月、4月和6月，也就是说，未来几个月，美国的市场会非常敏感地盯着每一份通胀和就业的数据，因为这些数据会直接影响到美联储的降息预期。那么中国这边的政策呢，则完全不同了。中国并不是在讨论要不要为了压住通胀而继续保持高利率，而是在思考怎么让经济修复得更稳，需求恢复得更持续，价格回升更健康。所以大家发现呀，同样是 CPI，同样都是在谈物价，但是这两国背后其实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政策命题。美国呢这边是通胀还没有打完，中国呢是需求的修复还没有走完。美国怕的是物价重新的失控，中国怕的是物价和需求始终起不来。那么普通人应该怎么理解这件事儿呢？同样是 CPI，中美面对的根本不是同一种问题。未来大家看新闻的时候呀，不要只盯着 CPI 的数字是多少这样的简单问题，而是要问自己3个问题。第一，这个数字是因为需求真的很强，还是因为节日、食品、能源这些短期的因素冲高呢？第二，这个数字的背后意味着政策收紧了，还是政策要托底了？第三，这个国家当前最怕的到底是通胀太高呢，还是增长太弱呢？所以最后帮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这期内容，就是美国的问题呢是通胀下来了，但是还没有稳，甚至还有反弹的风险。那中国的问题呢是 CPI 回升了，但是整体仍然处在低通胀修复的区间。看起来呢都是物价，本质上却是两套完全不同的经济现实。接下来，如果你看到美国市场对油价、通胀、降息特别敏感，不要感到意外。那如果你看到中国更会关注需求、消费预期的修复，也不要感到意外，因为今天的中美站在的是两条不同的经济坐标轴上。我是苏涵，我们下期见。